为什么同样的电池，有的能用半年，有的只能撑1周？遥控器该选碱性还是碳性？儿童文具又该怎么挑？买电池只看品牌，参数里藏着多少智商税陷阱？你家遥控器、钟表、玩具里的干电池，可能从一开始就用错了。今天揭秘碱性干电池和碳性干电池的终极八头，从电压、电流到续航，4大核心指标硬核对比，手把手教你看懂电池参数，拒绝用2天就没电的尴尬。错过真的会拍断大腿。Nice。是碱性电池好还是碳性电池好？毫无疑问，当然是碱性电池性能占优。但是这种差距有多大呢？今天咱们就来测一下。为了尽可能的准确，我特意从市场上买来这几款电池，它们分别是南孚聚能环4代的碱性电池、金霸王的碱性电池、小米的碱性电池、华泰的碳性电池、双鹿的碳性电池、汉达的碳性电池，还有飞利浦的碳性电池。下面咱们就从这些电池的开路电压、短路电流、内阻和电量等几个维度分别对它们进行测评，而且我会点出表格供大家参考。首先我们测量它的开路电压，第一个出厂的是南孚聚能环4代 1.651 伏，金霸王的碱性电池 1.647 伏，小米的碱性电池 1.632 伏，华泰的碳性电池 1.661 伏，双鹿的碳性电池 1.698 伏，汉达的碳性电池 1.626 伏，飞利浦的碳性电池 1.686 伏。我们把测得的数据汇总到表格当中，从这个表格当中我们可以看到，不论是碱性电池还是碳性电池，电压都集中在 1.6 到 1.7 伏之间，有差异但不明显。现在我们开始测量它们的短路电流，第一个出厂的是南孚聚能环4代，它的短路电流是 4.566 安，然后是金霸王的碱性电池 4.705， 小米的碱性电池 4.532 安，华泰的碳性电池 2.712 安，双鹿的碳性电池 3.3， 汉达的碳性电池 1.904， 飞利浦的碳性电池 3.007 安。其实短路电流越大，指标从一定程度上能体现出电池的放电能力，短路电流越大，说明它的放电能力就越强。从汇总的表格来看，碱性电池明显强于碳性电池的放电能力。现在我们测量它们的内阻，第一个出厂的还是南孚聚能环4代 97.31， 金霸王的碱性电池 97.06， 小米的碱性电池 101.44， 华泰碳性电池646.6毫欧，双鹿的碳性电池 2.249 欧，汉达的碳性电池 1.02 欧，飞利浦的碳性电池 1.1578 欧。镍阻这个指标，我们可以理想电池内部的电阻，当然是越小越好了。通过表格我们可以看到，碱性电池遥遥领先于碳性电池。最后我们来测量它们的电量，两个一组。首先出厂的南孚和金霸王，把它们的截止电压统一调成 0.9 伏，然后按 OK 键，同时开始。现在咱们要做的就是等待了。1000 years later， 结果出来了。南孚第4代聚能环的碱性电池是2655毫安时，金霸王的碱性电池是2391毫安时。第二组出厂的是小米的碱性电池和华泰的碳性电池，咱们同样把它的截止电压调到 0.9 伏，然后同时按下 OK 键。2000 years later， 小米的还在放电当中，但是华泰的已经结束了，它呢最终结果是376毫安时。咱们再给换一块电池，现在换上双鹿的碳性电池，截止电压同样调到 0.9， 然后开始继续等待。2000 years later， 这两个电池的结果已经出来了。小米碱性电池的结果是2137毫安时，双鹿碳性电池的结果是710毫安时。最后出厂的两个是汉达的碳性电池和飞利浦的碳性电池。现在咱们把它的截止电压同样调到 0.9 伏，开始，接着等。1000 years later， 测完了，汉达的碳性电池是131毫安时，飞利浦的碳性电池678毫安时，差距还真不小啊！咱们汇总列表，通过对比，我们可以看到几款碱性电池的表现都不错，电量都在2000以上。当然了，最好的还是南孚，而碳性电池的表现普遍就差太多了，最差的竟然只有100多毫安时，和最好的碱性电池来比的话，相差的竟然达到20倍之多。朋友们，这个结果我是真没想到。那么碱性电池和碳性电池的差距超出你的预料了吗？
OK 不 OK？хорошо不хорошо？我一直以为电池嘛，内组大小都应该大差不差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，不同种类的电池的内组竟然差距巨大。今天我就把我能找到的电池都测一遍，给朋友们做个参考。需要说明的是，电池的新旧程度和内组的关系很大，请朋友们参考这个电池的电压就知道电池的新旧了。现在开始第一个18650电池的大红袍，内组是57.25毫欧，电压是4.1伏，满电状态。这是一节不知道什么牌子的18650电池，内组是0.6597，这是600多毫欧，电压是3.967，这也是满电状态。华泰的5号电池内组是0.514，514毫欧，电压是1.43，这个电池还比较满。GP 的碳性电池电压是1.54，这是满电状态，内组是0.59。南孚的聚能环3代7号电池内组是0.31欧，电压是1.57，满电状态。这是一个1.2的充电的5号电池，电压是1.3，也是满电状态。这个是180毫欧，这是一节三洋的镍氢1.2伏的电池，内组是2.6欧，电压是1.3，也是满电状态。这是1元的新电池，1.66伏，0.7欧，700毫，这是一节很久以前的南孚电池，这个没电了，1.28伏，它的内组是0.67，这一节超霸的9伏电池，9.48伏，满电的22欧，这么大的电阻，想不到啊。双路的碳性电池镍组是2.22欧，电压是1.657伏，满电。这是一期7号的3H 镍氢充电电池，镍氢电池1.2伏的，现在的电压是1.29，就应该是满电，1.33欧。这是太阳牌7号碳性电池，内组是1.04，电压是1.5伏，满电状态。这是什么牌子？汉萨内苦汞碳性电池1.48，还算有电，内组是1.2欧。这个是 LR44 纽扣电池，电压是1.537，满电电压，内组是2.1欧。南孚的聚能环4代1.6几伏，这是新电池，99毫欧。这是公牛的高能电池，没写错，也是应该善行，1.15毫欧，1.6伏，也是满电的。南孚的9伏电池0.6伏，这一丁点电都没有了。9伏的电池它是0.6伏，所以它的内组现在是43欧。双柱的无汞碱性电池114、113毫欧，1.6伏，满电电压。南孚的聚能环2代7号电池内组是0.29，也就是294毫伏，也是满电的。1.2伏镍氢充电电池满电现在是100毫欧，1.139伏，还行，还有点电。这是什么 GP 的7号电池，内组是1欧，电压是1.523，有电。这是一节非常普通的 U8650 电池。来看一下它的电压和内组，电压是 4.03 满电，内组是97毫欧，这叫镍铬电池 1.2， 电压是 1.28， 所以是满电，现在是48毫欧。哇，这内组还很小。这是镍氢1.2伏7号电池，44毫欧。华泰的红舍的碳性电池，内组是0.57欧，电压1.6伏。哇，满电的1号这个牌子的电池，它的内组是321.8毫欧，电压是1.53，满电。现在咱们测一下3.2伏的锂离子电池。电压是1.2伏，没电了。它的内组现在是0.6欧。零测一下力的这个18650电池，满电电压3.969伏，内组是96欧。华为的手机电池电压3.89伏，内组27.23毫。小型的锂离子电池包0.3105欧，310毫欧，电压是3.792伏。三星的手机电池电压4.10伏，内组49毫。充电宝5.1伏，内组是0.613， 600多毫。黑色充电宝电压5.13伏，内组45欧，48伏的电池组，内压49伏，内组118毫欧。好了，看到这，知道该怎么选购电池了吧？总结一下：电动牙刷、剃须刀、游戏手柄、闪光灯等高耗电设备选碱性电池，续航直接翻倍，长期用更省钱。钟表、遥控器、收音机、手电筒等低功耗设备选碳性电池，性价比首选，一节用1年不是梦。最后，碱性电池漏液多为过放电导致，用完及时取出更安全。钛性电池环保性升级，无汞版本已普及，丢弃更安心。你家最费电池的设备是啥？评论区聊聊你的耗电大户。